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乡村女孩赵丽颖背后的紫玫瑰是我的勋章。2016年，赵丽颖出席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她穿着镂空的露背礼服，却在后腰部位纹了一朵略显突兀的紫色小花。造型曝光后，有人质疑她身为公众人物不应带头纹身，有人嘲笑她一如既往不伦不类的土气。直到粉丝拿出一组照片，所有不和谐的声音都偃旗息鼓，因为那朵紫玫瑰不是她的造型，而是她的勋章。这一切还要从赵丽颖的娱圈历险记说起。1987年，赵丽颖出生在河北省廊坊市的一个小乡村中。和很多从小学琴棋书画的明星不一样，赵丽颖的童年没有聚光灯，没有兴趣班，除了上学，就是在田间地头帮家里人务农。接受采访时，她说：“现在都不忍心看自己小时候的视频，因为干农活，手永远是黑黑的。”后来她拍戏时不怕苦不怕累的拼命三娘作风，大概也得益于小时候务农养成的坚韧个性。不过，别看赵丽颖小时候生活清贫劳碌，但比起农村重男轻女背景下大多数家庭出生的女孩来说，她足够幸运。因为喜欢模仿《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演戏，爷爷奶奶就亲手给她做小燕子的绣鞋。在她模仿演员或者歌舞综艺里的明星时，弟弟也总是毫不吝啬地送上夸奖。身为警察的赵父虽然严肃古板，一心想抓好孩子的学习，但对女儿这些唱唱跳跳的爱好却从不干涉。良好开明的家庭氛围是赵丽颖追梦的底气，也是她永远的后盾。中学毕业之后，因为成绩不理想，赵丽颖没能考上高中。很多家里条件一般的农村女孩进入中专的首选都是幼师和护士，赵丽颖却不愿意，她一意孤行地选择了空乘。在她心里，空乘类似于模特，是她能选择的离演戏最近的职业。家人虽然不赞同，但并没有阻止赵丽颖自己去选择未来。但这个专业前景远不如她想象的那般美好，不但要有颜值和身材，还要有钱。据说赵丽颖同专业一个学姐家里花了10万块才将她送到了机场，还只是最底层的地勤工人。显然，赵丽颖的家庭条件不足以支持她如此昂贵的梦想。毕业后，她理所应当的失业了。为了生存，学历不够，专业又不接地气的赵丽颖只能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打工。她当过超市的收银小妹，当过饭店的服务员，在街边发过传单，去公司干过销售。社会底层是最能看尽世间百态，尝尽苦辣辛酸的地方。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赵丽颖才会像拼命三郎一般的抓住一切机会向上爬。她有野心，有梦想，敢于挑战一切未知，又肯吃苦，不怕累。命运总是更容易眷顾这样的人。很快，赵丽颖就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最开始做出辞职参加选秀的决定时，身边不少人都觉得赵丽颖疯了。她那时候已经找到一份文秘的工作，稳定体面又轻松。但赵丽颖觉得那样的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直到她在网络上看到雅虎搜星的广告，想起自己幼时梦想的赵丽颖毅然辞职报名。后来她笑称自己那时候真的很愣，其实根本不知道节目在比什么，只是觉得想参加就去了。但有勇气这一点就已经打败了99%的人。在节目里，赵丽颖靠着清纯甜美的长相和落落大方且不服输的冲劲儿，一路过关斩将，拿到了冯小刚组的冠军。根据节目的承诺，毫无背景和演戏经验的赵丽颖比赛刚一结束，就签约华谊兄弟，
还担任了冯小刚新作贵族片的女主。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不管是娱乐圈首屈一指的经纪公司，还是冯小刚女主的超高起点，似乎都表明着赵丽颖的未来会一帆风顺。但现实往往不会这么简单容易。华谊兄弟旗下大腕数不胜数，赵丽颖一个没有任何背景才能的小菜鸟，过了刚签约时的新鲜感，基本就会被抛诸脑后，任其自求多福。冯女郎的身份也无法给她带去什么实质性的资源。赵丽颖还没从踏进娱乐圈的喜悦中走出来，就很快陷入了迷茫。但她从不是会轻言放弃的人，没有资源就跑遍大大小小的剧组去当龙套，没有演技就从早到晚待在剧组里观看揣摩老戏骨的台词情绪，甚至厚着脸皮不耻下问，哪怕一个龙套角色，他都要凑到导演面前求指导，混脸熟。但他需要克服的远不止这些。演员这个职业，外人看过去光鲜亮丽，其实背后的辛苦和付出只有自己知道。可能为了一个镜头，要一次一次地沉入水中，一次一次地跌倒在雪地上；可能为了一缕光线，一轮月亮，要连轴转几十个小时，昼夜颠倒。有房车有助理的大腕还好，像当时的赵丽颖这种要多少有多少的龙套演员，在剧组几乎没有人权。可能辛辛苦苦一整天，在地上摸爬滚打受了一身伤，最后一个镜头都没留下。后来赵丽颖谈起那段时间的经历，说自己曾经为了等一场夜戏，整晚都沐天席地地睡在一块大石头上，连一条毯子都没有。说这句话时她很平静，那段时光似乎没有给她留下任何怨天尤人的悲愤和阴影，只留下了被一遍遍打磨出来的坚韧和顽强。3. 这样的日子，赵丽颖过了5年。这5年里，她也演过一些有台词有名字的小角色，得到过一些轻飘飘的关注度，甚至还拿过不怎么被大众熟知的奖。金婚里叛逆又淘气的童多多，锁清秋里忠心机灵的文燕，佳期如梦里叛逆倔强的安安，红楼梦里端庄大气的邢岫烟。这些知名作品中不那么知名的角色，没有让赵丽颖大红大紫，但却让她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了更多人的面前。2011年，赵丽颖和华谊影视的合同到期，她没有选择续约，而是跳槽到了海润影视集团，也因此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当时新《还珠格格》遴选演员，赵丽颖的经纪人最初帮她争取了小燕子和紫薇的角色，结果后来阴差阳错，她却演了晴儿。最开始赵丽颖自然失落，毕竟晴儿的戏份和小燕子、紫薇比起来完全不值一提。但她还是尽职尽责抓住了这次机会，一遍一遍地揣摩情绪和角色，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连导演都大呼惊喜。相比起新《还珠》里的其他演员，赵丽颖饰演的晴儿是大众接受度最高的一个。她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5年，终于有了第一个代表的角色。这之后，她的待遇不能说有多好，但起码不用再没日没夜的继续跑龙套。真正的转折来自于2013年，于正筹拍《陆贞传奇》。当时她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臭名昭著，美人新济公、锁心玉等剧的大爆几乎将于正捧上了神坛。就连赵丽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能拿下于正新剧的女1号。事实证明，于正选角很有眼光。在那个女1号普遍是瓜子脸女神的时代，她大胆启用了看起来没什么女主香，比起女神更像邻家小妹的赵丽颖。赵丽颖也没有辜负导演的期望，非科班出身的她演技毫不拉胯，且和陆贞相似的经历让她更能共情。这部剧从开播到大结局，收视率稳居全网第1，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个有着圆圆可爱脸，内心却倔强不服输的女孩。突如其来的爆火让赵丽颖也措手不及，
虽然他为这一刻已经奋斗了7年。4，但这还只是他的开始。趁着陆贞传奇带来的热度，赵丽颖趁热打铁，先后接了《追鱼传奇》《宫锁沉香妻子的秘密》《姗姗来了》等剧。她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工作中，不给自己留下一丝一毫的休息时间。这种拼命三娘的架势，放在哪个行业都很少见。更何况，赵丽颖不止压榨休息时间疯狂演戏，对于演戏的质量更是精益求精。早些年娱乐圈大部分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潜规则，比如有些明星红了之后，为了趁热打铁，多拍几部剧巩固名气，会选择轧戏，在短时间内同时接好几部戏，在不同剧组来回奔波，时间排不开的话，就用替身。但野心勃勃想红的赵丽颖不但没有这么做，甚至坚持连替身都不用。这导致拍《宫锁沉香》时，她从马上掉落，摔得头破血流。摔下来之后，赵丽颖第一考虑的居然还是剧组的拍摄，对于自己的伤只是草草处理，甚至连医院都没有去。她后来在背上纹一朵小花，就是为了遮盖因为这次事故而变形鼓起来的大包。这样又认真又敬业的演员，别说观众，哪个导演不喜欢？靠着不断积攒的好口碑，她接到了现象级爆剧《花千骨》的剧本。这部剧不但让她拿下了白玉兰最佳女主角和华鼎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获得了金鹰奖观众最喜爱女演员和澳门国际电视节最佳女主角奖，而且让赵丽颖成功跻身一线花旦行列，和比她早红好几年的杨幂、唐嫣、刘诗诗等人并称85花的领头羊。有作品，有收视率，有实际，有粉丝，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是很多明星演员一辈子可望不可及的成就。但赵丽颖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加油吧实习生、吉祥天宝、老九门、青云志、胭脂、乘风破浪、楚乔传，短短2年时间，她演了将近10部影视剧，真正把自己活成了陀螺，一刻都不停下来。后来谢娜吐槽赵丽颖，说她1年只休息3天，导致自己想见她一面都要提前2个月预约。这样的工作强度一直持续到2018年，她的工作重心才慢慢从求量变成了求质。5. 她主演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洪受从质感到立意再到选角和演技，无一不是精心打磨，从开机到杀青用了将近7个月。这7个月里，赵丽颖耐心跟着剧组一遍遍的磨镜头，坚持不用替身。她甚至在冬天亲自从5米高台跳下水去拍摄。这部剧打破了正午阳光一向高口碑、低收视的魔咒，收视率讨论度稳居全网第1。而她参演的《幸福到万家》虽然还没有播出，但已经靠着郑晓龙和赵丽颖2个金字招牌为播鲜火，期待指数爆棚。至此，赵丽颖的娱乐圈之路已经足够鲜花着锦，但她犹嫌不足的，转身又当起了制片人。6月14日，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大 IP 与凤航开机，其中赵丽颖不但和林更新2次合作，圆了《楚乔传》很多亿男频粉丝的一个梦，而且还担任了这部剧的制片人，意味着她在拍摄中更大的话语权和更高的自由度。想必不会再出现《楚乔传》那样烂尾的情形。首任监制或许也意味着赵丽颖未来会把重心慢慢转到幕后，这也并非是一朝一夕的决定。早在2015年，她就已经开始进军资本，以141.87万股的股份，成为所在经纪公司海润影视的第14大股东。之后，赵丽颖又先后入股了江苏稻草熊影业以及暴风科技股东，甚至还出任了一夏科技的副总裁。2019年，更是加盟业内数1数2的经纪公司合颂传媒，和李冰冰的姐妹成了合伙人。如今的赵丽颖有事业、有孩子、
有人爱。虽然离婚有些遗憾，但爱情和婚姻从不是生命中的必需品。相信他的选择自有其道理。从2006年开始，赵丽颖用了5年走到观众面前，再用5年一步步爬到顶峰。这10年有过无数挫折，无数艰辛，无数可以选择放弃而不会被指责的时刻，但她都一一坚持了下来。这场娱乐圈历险记，外人看到的是鲜花着锦，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其中的苦和累。从丑小鸭到白天鹅，她从来不是甜美可爱的小女生，她的自己人生的大女主。